兜裡有個1、2千萬的人，他壓根儿就不想多和你講一句話。有沒有發現這個問題？一開始呢，我也非常不理解，不就是多了那麼幾個臭錢嗎？至於這麼裝逼，這麼顯擺嗎？我現在知道真正的原因了，因為我現在已經達到了他們這個層次。真的，當你有了1、2千萬之後，你就不用再依賴於任何人了。你出門的那個狀態，才是真正能夠顯示出人的本性。我們現在出來社交都是為了什麼？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出来社交都是为了去巴結對方，巴不得對方友善，對你友好，照顧別人的情緒和照顧別人的情緒價值，笑臉去迎着別人的冷屁股，對吧？原因是什麼？本質還是因為你沒有錢，你需要去社交，你得去拿你有的去換你想要的東西，所以說你得熱臉貼着冷屁股，你得一直去換，一直去換，你就是為了給自己多留那麼一條後路，你每天去陪着別人去笑臉迎臉，對吧？然後再去這個阿諛奉承，你沒有辦法。這不是真實的你，這也不是真正的你。你發自內心的想一想，你也不想這樣幹。有的時候你都不想說話，但是呢，你為了生活，你必須得討別人去開心，你不得已非得這樣去做，必須這樣去做。但是呢，當你人一旦有了錢之後你會發現完全不一樣了，它就是不一樣的效果。你最起碼你吃穿不愁了，有房有車不貸款，對吧？你看就像我現在生活就是天天下去遛個狗，對吧？開開心心的，然後呢專門在做自己賺錢的業務，在自己賺錢的這個領域自己做自己的這個事兒，不被外人去打擾。你這個時候出門你狀態它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我看人就是現在就是夠夠的，根本不想和人交流，多一句話我都不想講。為什麼？你會發現你和他們去講現在這個層次的商業邏輯，他們說你那是傳銷，你跟他說這個生意不錯，對吧？這個地方也不錯，他說這個賺錢純靠運氣。你說這個地段到底適合幹什麼呢？這個地方幹什麼會比較好一點？他說你投資了就得虧。所以說你根本就是你一句話都不想講，你講什麼？講了之後給自己惹一肚子氣，真的，一天好心情跟他講話全都浪費沒了。再就是一個最重要的是，我用不着你，我不需要你的任何的東西，我沒有你們誰我都可以活。說句再難聽的話這句話非常難聽，但也非常現實。朋友出門撞死了跟我有什麼關係？我的1、2千萬還是我的1、2千萬，對吧？他拿不走，我的還是我的。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聽懂我講的這個道理雖然有點難聽。所以說你看，當你沒有錢的時候，包括我也一樣包括我現在也是一樣的我就感覺有錢人非常冷血無情殘酷。但是当你真正有了錢之後，你會發現就這樣的，沒錯，就得這樣。我就拿一個最典型的借錢的例子給大家講講如果說你去跟一個有存款100萬的人去跟他們借10萬塊錢，你感覺是好借還是不好借呢？非常好借。那麼如果說你跟有一個趁1000萬的人去借10萬塊錢，你能借到嗎？你借不到，放心，你根本借不到，他根本就不搭理你的，最多用個理由去敷衍你，你根本借不到。因為為什麼？有100萬的人，你問他去借10萬塊錢，對吧？你給他打電話，你說喂兄弟，我那個結婚，或者說我那個房貸，或者我買個車，我缺個10萬塊錢首付，對吧？就差10萬了，先幫忙墊一下，然後過幾天還你，對不對？你這樣說了之後，那麼趁100萬的人他很有可能就借給你了。為什麼？因為他有100萬塊錢，他借給你10萬，他借給你的這10萬塊錢就相當於給自己買了一條後路。你仔細想一想我說的這句話，就是他的內心核心是什麼他的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就是說，你有困難了，我借你10萬塊錢，對不對？那等哪天我要是出事了，我要着急用錢 OK， 你欠了我這個人情，我用到你的時候你也可以幫我一把，或者說你也能把這10萬塊錢借給我，幫我救個急再或者說就是管你借錢的時候，对不對？他有困難了，他也能讓你当成他最後的一條出路後路，說不定哪天他能夠用到你，他能夠求得到你，就這個道理。但如果說你想去跟那個有1000萬的人你去借這個10萬塊錢的，我跟你講他根本就不借給你我也借過，他根本就不借給你，他會告訴你不好意思兄弟，我這個錢全都買基金了，提不出來再或者說我這個手裡呢也確實沒有現金我這個項目款還等着回來錢呢，我都沒拿回來，我也着急用錢了，底下的工人還等着結賬開工資呢，還在鬧呢，對吧？我最近跟老婆的感情不好要鬧離婚，我的錢呢都在老婆手裡管着，我也沒法去要實在不行，對吧？我也不是不借給你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我現在也挺困難的為什麼不借給你？為啥這個感覺你就感覺這個人他是無情的，對吧？他有錢他為什麼不借給你你明知道有錢他就編個理由告訴你
因為他不需要你，哥們兒，因為他不需要你，哥們兒，他不需要你還他的人情，這輩子他都用不到你。所以說，有錢人是遵循内心的这种真實想法的一種心理的狀態，就是我想着我怎麼開心怎麼過，我怎麼開心我怎麼來，就這種狀態，我不需要聽任何人解釋，就這樣的。我現在接觸到的人哈，幾乎不能說全部吧，幾乎都是這樣的。越有錢的人，他是越不講感情的，真的是這句話。我記得之前我在借錢這方面也是有困擾的，就別人來問我借錢，借個幾萬塊錢，對吧？其實我也手裡有，但是呢，我就很糾結，不知道該借還是不該借啊。当然，如果說你也是存在這種困惑的，你聽我講完。我問過一個前輩，這個前輩呢跟我說，如果說你在錢這方面去講感情，那 OK， 你這1-2千萬很有可能很快就會被騙光掉啊。可能有的朋友他都聽不到這兒我這個視頻，但這都是血淋淋的教訓，也是我說的一個實話，就是有錢人用不到你，這是一句真話。那你為什麼用不到你？因為你的關係都是底層的關係，他用不到。如果哪天這個人一倒了，他也指望不上你，对吧？如果說你跟我借錢，那我為什麼要借給你呢？處于這種情況下，對吧？給你編個理由說我手裡沒錢，這已經是非常尊重你了，沒有直接不搭理你就是非常尊重你了。就是我現在也在遵循這種狀態，就是1-2年前不帶發一條信息的這種的同學啊朋友啊，突然之間給你發了一條信息，你好在嗎？或者說在嗎兄弟，在嗎姐妹，在嗎同學啊，最近有點急，拿2萬塊錢讓我應急啊，等幾天還給你。我現在的狀態直接拉黑啊！你不發消息還發了，直接拉黑，我都不想多和他交流1秒，我感覺多和他交流1分鐘，哪怕1秒鐘，都是在浪費我自己的生命啊，浪費我自己的情感，浪費我自己的情緒啊！當然，我也不怕就是被別人罵，你越罵我，說明我過得越好，難道不是嗎？對吧？你罵我，說明你嫉妒我呀！你罵我，說明我過得比你好啊！寧要人罵，莫要人可憐，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各位。當你真的有了這1-2千萬之後啊，你會發現你已經不再需要任何的機會了。對於普通人而言，對吧？我也是個普通人嘛，可能是踩中了風口啊，所謂的風口嘛，對不對？你不需要任何機會了，你只需要保護好這部分錢和你自己做的業務能夠賺錢就可以了。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做的是什麼？就是拒絕一切機會啊！聽明白？拒絕一切機會，不要給任何人面子。別人來跟你講道德什麼的，你就直接拜拜再見。講什麼道德？我1-2千萬的擺在那兒，它就是道德，對吧？跟任何人都要保持一種短暫的接觸，千萬不要過長的接觸。你不能跟任何比你窮的人去交朋友，甚至你也不能跟任何比你很富有的那種人去交朋友啊！你就自己着力眼前自己的事兒，自己哪部分賺錢，自己猛猛幹啊，做自己的業務，不要去交流。你的這1-2千萬就大概率不会被別人騙走，否則你会騙得非常慘。這個社會現在就是這麼殘酷。啊，也是一個真實的事兒，包括能把我這個視頻看到這兒的，甚至說你看不到這兒的，絕對會有人罵我。我都發出這條視頻來之後，我就有感想，我的評論區全都是罵我的，對吧？說你太冷血無情了，太絕對了，沒有同情心，沒有道德。當然，肯定也會有一部分做生意的朋友，他非常明白我在講什麼，也在認可我說的這部分觀點。那是因為你的人生已經上了這個軌道，但凡是能聽懂的，你的人生肯定是上了這個軌道，你已經起來過的。咱先別說你現在過得怎麼樣，哪怕你大起大落，起碼你上去過，起碼你知道過，起碼你到了那個層次，對吧？你懂得我講的這些道理，你聽得懂。那你看听不懂的呢，還在這個地平線上，對吧？去抱怨天地呢，抱怨這兒抱怨那兒，除了不抱怨自己不行，到處都是他抱怨的事情，对吧？所以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切的本質都得靠自己，誰都不靠譜。